光天化日之下，三人缘合聚众互殴。身中致命一剑的少年为何离奇地长出了龙角？又是什么让他拥有了劈山开海之力，让沉没于湖底1000年的古城重现世间？这到底是医学的奇迹，还是不为人知的能力？今天的走进星穹，就让我们走进这个令人熟悉又陌生的男子——丹恒尹月。本期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自称早已知晓尹月君隐藏实力的嘉宾3月7小姐。大家好呀，我是3月7。说起丹恒的隐藏实力，早在贝洛伯格，本姑娘就有所察觉。这么早？那是，有什么能瞒过咱呀？哦，那这一期的收视率就全指望您喽。尹月君是毁灭命图的虚数属性角色。解放了驰名族实力的他，善用遇水之术，以汹涌澎湃的洪水给予敌人最绝望的打击。释放普攻则之，尹月君将对指定敌方单体发起2段攻击，造成虚数属性伤害。哦，这悠悠球真不错。释放战技龙力自在，尹月君将逐层解放自己的力量，使普攻获得强化。释放本技能不消耗战绩点，且不视为使用战技。只有点按普攻键消耗对应强化层数的战绩点，才能释放强化普攻。消耗1点战绩点，释放强化普攻顺滑。尹月君将释放3段攻击，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伤害。哦。消耗2点战绩点，释放强化普攻天使音。尹月君将释放5段攻击，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伤害，并从第4段攻击开始，同时对其相邻目标造成伤害。哇哦！消耗3点战绩点，释放强化普攻盘拿耀月。尹月君将释放7段攻击，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伤害，并从第4段攻击开始，同时对其相邻目标造成伤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天使音及盘拿耀月从第4段攻击开始，每段攻击前都可获得增益效果，提高尹月君的暴击伤害，持续至本回合结束。该增益效果的层数存在上限。怎么有股烧焦的味道？没事吧，3月7小姐？好厉害！原来丹恒的隐藏实力是这么复杂的东西。您不是和尹月君一起并肩作战的队友吗？怎么会不知道这些？咱一直在专心保护队友，不可能所有细节都清楚了。说回正题，尹月君拥有名为抗心的天赋技能，能让他在释放每段攻击之后都提高自身的伤害。该天赋的叠加层数存在上限，天赋技能的效果持续至本回合结束。这个我懂。总之就是攻击的次数越多，他手里那个悠悠球就越厉害。作为一档严谨且科学的节目，这里要指正一下，那个不是悠悠球。但我也很想知道尹月君对此说法有何反应。而在探索过程中，尹月君使用秘技彻空如虹，将会进入盘越状态。盘越状态下使用攻击会快速向前移动一段距离，在移动的过程中可抵挡敌人的所有攻击。哇，这招不错，下次再被人通缉，就让他用这招带我跑路吧。那还是祝愿您几位别再被通缉好了。话说这招也不只是用来跑路，在盘越状态下主动攻击敌人进入战斗后，尹月君将对敌方全体造成虚数属性伤害，并获得一定数量的逆鳞。逆鳞可用来抵扣尹月君的战绩点消耗，消耗逆鳞视为消耗战绩点，逆鳞的持有数量存在上限。当尹月君释放终结技时，苍龙将降下滔滔洪水，荡涤灼灼尘世。他要是大扫除的时候用这招，列车长可就省事了。尹月君将释放3段攻击，对指定敌方单体及其相邻目标造成虚数属性伤害，同时获得一定数量的逆鳞。此时少年正巧遇到了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拦路者。我们列车组就是这样，到哪儿都会遇上事。这该不会也是我们的隐藏实力吧？只见尹月君释放了2次战技，对自己的普攻进行了强化。他高高跃起，掷出长枪，立马扫清了全部障碍。此时敌方的援军也抵达了战场，而且这回的敌人似乎有点难缠。但是凭丹恒的本事，这都不算啥。尹月君仍然从容不迫，他开启了终结技，在重创了敌人的同时，自身也获得了逆鳞。好耶！下一击就可以华丽收场了。尹月君毫不迟疑，消耗战绩点及逆鳞，对普攻进行了3次强化。
随后以一记盘拿耀月，在战场掀起滔天洪流，敌人顷刻间化为泡沫，下班收工。丹恒的隐藏实力确实很强，不过他真正的隐藏实力，那可是颠覆三观的存在。这个秘密我可从来没透露给其他人过。哦，看来节目的最后还有重磅爆料啊！告诉你哦，他可以在水里憋气超过100分钟。但他不是驰名吗？对哦，